首先分享一下，我应该很多人有拿到我自己手工制作的这个小卡片哈，小名片。嗯，好，来跟我一起上课的人都会随机拿到我这个卡片哈。那最近我超级忙，所以卡片的进度其实也是蛮慢的，就很少在制作。那最近是有这4张，啊，这就是简单的创作。那这个主要现在是以拼贴缠绕为主哈，因为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快。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操作。这一个这一张作品这一张作品昨天上的吧，今天的点击率已经有800多了，可能好多人都很喜欢，觉得这一张很好看，而且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啦。其实这个多练习，我在录制影片之前，我也是练习了几次哈，自己试着画。其实我还有在练习的时候，我产生了另外一个变化版。那有机会我再录影片来给大家看。然后下一个影片哈，这个是我今天下午画的。哎呀，刚开始画我真的是不太有信心，因为我用了灰色的笔，结果画出来的效果我自己超级喜欢。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张，它这个纸哦很特别，这个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饼干的盒子，我裁下来的，因为它这个粉色很好看。那我试了一下，觉得这个笔好，这个纸好像可以用我们喜欢的笔来进行创作，应该是 OK 的。我就把它裁下来，就录了一个影片啊，我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这个可能要到下礼拜才会分享，我后期还没剪接，那个只是把它画完录好而已哈，后面还要剪接。那另外的话，就是我昨天哈刚出了一节会员课，是小渔村的教了缠绕基本功哈。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哈就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一般画立体的缠绕，那个制造它的立体感是那种凸起来的，那这一张是凹下去的哈，所以我叫它就是浮雕缠绕。浮雕的阴影嘛，那它有一定的规律，那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一张是我在课里面的演示的哈，就很简单。那我这边有一些我整理起来了哈，那就是大家看这个疤就是这种凹凸的，它叫做 embossing。然后这个是我们平常在画凸起来，那这个是我另外一个示范。那这一些就是我以前的创作啊，这个是立体的，那这一个，还有这一个，这3个都有影片这个都是我近期也不能算近期啦，有一段时间了，反正就是我开了 YouTube 以后，我所录制的影片的创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好，这个是会员课你如果有兴趣参加会员的话，1个月才100块钱哦，只有可以看这个缠绕基本功。那如果是大渔村就是进阶版哈，就是200块钱，大家现在已经有50几节课可以看了。好，那另外就是我11号的时候有一个线下的，嗯，半透明纸砖的工作坊那这边是一些作品，这个是我自己离线画的，这一张我自己超级喜欢，这是用半透明纸砖画的，已经有同学画好分享在我们，魔法村的，社团里面了，我还没有空去点评，我看到了，因为在忙着其他的事情这一张我自己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也是哈，这一张它是做这种彩色窗花彩色窗花的效果，OK，这是彩色窗花效果，也是半透明纸砖，啊。然后在这一张的话，就是在工作坊里面带着大家一起画出来的成品。这个是在工作坊里面完成的，它也是两面画的半透明纸砖。半透明纸砖真的是一个让我非常沉迷的一个媒材哈，很特别，效果很好。OK，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下关于我们这个月的这个直播的，我们有一个主题哈，就是 Catchush。
，cartouche 就是框的意思。那这个我上次有讲说是在2018吗？2018年的5月的 Project Pack 5还是4，忘记了。反正是蛮早期的一个 Project Pack 里面，它主要就是说在一些有一个主题，然后旁边有一些框这样子。其实我做了非常多的变化，并没有完全跟着 Project Pack 走。那这边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有很多，这个是目前我有翻出来的一些一部分。像这一个就是复合的外框。好，然后这个像是白菜，然后长出了一堆牛毛草。好，那这一个是一个我忘记是什么的卡片了。薰衣草森林，只要你幸福，这个是卡片，然后我就是加了这个框，然后搭配旁边的图样这样子。那这边好，那这边就是一些应用。这种应用的话，像中间这个这个是纸胶带，大型的纸胶带，大家就把它贴在这里。在 Centennial 官方他们的演示通常就是拿一张照片或者是其他的从杂志上面剪下来的图案或者是人像这样子来做主题。那因为我自己有玩一些纸胶带，我就用纸胶带作为主题，这一张也是一样的那这个这个底下我把镜头拉高一点这个比较特别，这个是我自己手工做的一个画框，里面这一张是一张掰砖这是一张情人节的创作。然后主要是要给大家看这个框主要就是做这样子的框这种画框的方法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会让我们的作品有一种比较完整的感觉。OK，还有这边这边是炫耀一下我写的英文字。这个是什么 ？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要到了，我们12月是不是也要来一个圣诞主题？好，主要是要给大家看这一张的框。这个其实图样都很简单，这个就是木卡嘛，再加上流动，就把这个框框起来。那在这个角落有画一些小花。所以有那个画框的变化是很多的。那这一张也是一个不知道是卖房子的一个传单吧，那我就把这个纸拿来画上缠绕图样。那这一张这个小狐狸是纸胶带那这边有一个框。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像这一个就是这个纸胶带旁边画的这些牛毛草，它有点跟迪巴 dance 这个图样做结合。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画法，在我们的文字镶嵌缠绕叫做什么东西？embedding 那个技法里面经常用到这一个。好，那这边这一张这一张也是一个框。那这个是一个巴黎铁塔的贴纸，然后我就是加了一个框，这样。这是2019年画的。这一张中间这个也是纸胶带，然后它这个旁边就搭配那个网络语片段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像框一样的组合，这个也是一种表现方式蛮多的，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大家都可以玩一玩。这样子就稍微介绍了一下那我们今天还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准备一张纸砖，那你可以用白砖我这一张是略带一点非常浅的灰色，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白砖没有关系。好，可能有新的同学不知道这个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APP， 这个 App 这个叫做 Art Raffle。Art Raffle 是 Annie Oken 老师他是美国的 CZT，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师。那他做了这一个 App 叫做 Art Raffle， 它只有在苹果手机上面有只有 iOS 有 Android 上面是没有的。那他承诺给大家是永远免费，里面有400-500个图样可以随机抽取所以我们缠绕共识会使用这个 App 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今天会抽到什么图样的，它是随机的那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这一次的形式哈，跟上一次一样哈，我们会先抽取四五个图样来看一看，那选适合的，我们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共识会创作。好，我们来抽取了哈。好，第一个它一定会是暗线哈，然后我们来看图样。如果说有看起来很不顺眼的，或者是以前我们已经画过很多次的，我们就不画了哈。嗯嗯，好，新的图样没画过，金口，好，可以 r a s t y 好，再一个哈，Diva Dance 好，好，我们今天有5个图样哦，那我们就开始来练习吧。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要怎么画。其实它这一个，你看哈，就是这个暗线的图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应用 Square Medallion String，看看吧。那就先拿一支铅笔，好，感谢与感恩，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又再度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画画哈。现在好，我们就先4个点哈，然后把它框起来。它这边有一些方格，我们先画吧，不一定等一下会用到，没用到就把它擦掉，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用，反正只是铅笔啊。这边是格方格画起来以后，在这边是一个锐角三角形。好，然后在这边再画横线。哦，好复杂的暗线啊。好，好，先把这个形状画出来。这是 Annie Oken 老师他创的图样，我看看。哦，它很简单。好，我先教大家怎么画。好，这个图样呢，是从一个有带弧状的 V 字开始的，这样子的。好，我们说是一个海鸥吗？好，第2个步骤，往上面拉上去一条，短的直线，然后拉回来，拉到中间这个尖尖的地方，好，两侧一样。OK，那再来就第2条就再往里头缩一点，就这样子重复一直往里头画。看你这个，你如果一开始这个蓝色的这个 V 你比较开的话，这里面这个红色这一部分就会比较多。那如果说比较窄的话，就会比较少。那最后怎么收尾？最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弧线这样。那我直觉啦，这个图形它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很常见的，我们是比较常会画像这样子圆弧形，对不对？这种非常非常常见啦，这种造型。只是它这一个它是有角度的，有点像，也不能算扇子吧。好，那它这边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中间延伸出去以后，它又往外延伸，它等于说从这里又拉出去了。好，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可以拉几个，看你喜欢。这个是它的造型，我觉得还不错啊，蛮好看的。那像这样子的图形，它就像
花瓣一样哦，那你就可以，在一个创作里面，比如说你把它做成4个方向，你就会变成一个4瓣的花。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操作，就把它放在中间，这样子就会很快，我们这一张作品就可以完成了，对不对？开玩笑的啦。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把这个图样怎么画进去哦。诶，我们这边刚好有这个 V 字形，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画在这里啊，可是我们要把它拉大一点，好不好？怎么拉大？来这样子，我们就照着这个四方形格子这边，然后这样子拉，4边都可以。你看我这个真的是很随机的，忽然间想要这么画。你看这里哦，看这个底下，它是不是一朵花出现了？这里有一个花瓣在这里，这么可爱。好，我上一个影片我就用的这个是 Pentel 的 Point Liner 0.5，这个是深咖啡色的哈，深咖啡色。好，中间这边画完，又旁边这里要补。我觉得这个是它这一个图样比较迷人的地方，不是很单调的。一般来说，缠绕画官方他们都用的是10号的笔哈，那如果说你觉得它太细的话，用其他的笔幅也是 OK。像我现在就用的是0.5的哈，有时候会觉得眼睛比较吃力的时候，我就会换粗一点的笔，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一个叫做什么 Dallas，嗯，好，它是一个带状的图样。来，首先呢，我们先把一个区域先把它画出来。好，那在这个里面就画这种圆弧造型。好，这个是一开始的哈，然后再来的话是，好，在这个半圆形里面呢，这个像是小小的山洞，山洞里面的中心点，我们把它找出来。好，找出来以后就画这种叫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叫做什么，就是比较开的这种 V 字形。因为我们今天这2个都是 V 字形，各画3条。好，画好了之后，好，这边就像画这个什么样新月那样子哈，画3个这种圆弧。画好了之后，在这边，这边这个有一个三角区域，
也是一样，画狭窄的 V 字形，就这样。哦，是一个蛮简单的图形。好，那我们要把它怎么运用到这里？思考一下。OK，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带状的区域哈，我们只有这个视角，所以我们来拆开这个图样来看。我拿另外一支颜色的笔。好，其实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图案从这边切掉，这边切掉，哦，它就会变成是像是一个网络与片段。单纯的，我们就只看这一块，是不是？那我们再练习一下。它如果是一个正方形的话，我们画一个圆，是一个山洞，中间找到3个比较宽的 V 字形，展开的，好，然后再新月的3个弧，对不对？然后这边再来一个，就是这样子造型，这样子造型的网络与片段啊。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我们这边有4个角，对不对？我就要以这4个角来做变化。你看，我如果是这样子放的话，其实是蛮奇怪，所以我还要把它转过来，我会变成角度会变不一样。好，我再把这个框线我再画清楚一点哦，在这边4个正方形，用这个最清楚。我让它是朝里面的，你在这边，好，我就是这样子画，这个把它移到这里来。好，我就这边是一个山洞。好，有碰到第一个图样就从后面画哈，就压过去。好，从中间这里1个、2个、3个圆弧，然后这里是这样子，这样。好，我把它连上去了。好，我这边不把那个角画出来，我就让它圆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让它这样吧。然后把这个框拉起来。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些人看不清楚，我再画一次，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实验中。来，拉很近。好，先把这个框边缘拉出来。好，大概从中间，大概中间的位置，这边中间。好，这边是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子，可是我在这边就把它连起来。上面这边保持圆弧哈，我不去画出那个角度。现在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不过没关系，继续啊。
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无形中就把这一个框就已经框好了，是不是？这一个框，它就等于是一个框的造型，甚至它有一点 Art Deco 的感觉。这边有一些小缝缝的地方哈，我要把它涂黑。稍微做一点修整，这边小缝缝的地方涂黑。我希望它看起来更完整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框哈都是线条，对，都是线条。等一下再想想怎么改，怎么样做调整呢？这边这一块，好，我们刚刚这个 App 里面，我们还有什么图样？因为我们空间不多哈，不一定要把全部的图样都用完。那我会觉得 Diva Dance 会是一个好的选择。Diva Dance 它可以就是这样子平平的这样子画哦，它这种画法叫做 Waltz，然后可以有一个这样交叉的形状哦，叫做 Four Stroke。好，那这个是 Diva Dance Rock and Roll 哦，它就是把它画成玫瑰形状。我觉得我们可以画这一个，应该会蛮好看的。我们就把它塞在这个图样的正中间。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拿黑笔的话，我会建议你换一支不同颜色的笔。好，那我现在用的是棕色的笔嘛，那我就拿浅棕色的笔。这一支一样是 Pentel 的 Point Liner，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笔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刚刚用的是这一支，现在我要用的是这一支，它比较看起来有点像橘色，对不对？啊、这是因为它这是它本身笔的塑胶 cap 的关系，哦，可能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颜色。哦，是一个红棕色吧。啊，我要画在中间哈。那至于 Diva Dance Rock and Roll 怎么画呢？它就是绕着圈圈画来。那通常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就这样子，先一个好像小小的螺旋啊，你要从这边或者是这个方向都可以。好，然后在任意的地方，我们就开始给它加厚度。反正就这样一直往外面滑，外面滑，然后在想要加黑的地方，就给它加一点粗，它就可以无限的延伸，就可以把整个画面涂满。哦，应该可以吧？我这样讲大家有听得懂吗？我是不是讲得够清楚？好，一直往外面绕，越绕越大，越绕越大，就这样。那我们就把它画在这个地方咯。从中间开始哦，我要开始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线条哈，最好是这种扭来扭去的，就不用担心我的手会抖哦，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线条画不直哦，手会抖、线条不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的手也会抖哦，尤其是老花眼睛不好的时候，经常就不知道在画什么。那这个 Diva Dance 这个线条哈，你可以比较密，也可以比较宽一点哦，这个都是靠自己去掌握。我通常喜欢这样子绕一圈以后，再来加这个宽度。好，我们碰到这个刚开始的图样，我们就从后面画啊。
我画完了，是不是很快？你看这个图样哦，就很占面积，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中间的地方填满，而且效果还蛮不错的哦。我们等一下画上阴影以后就更美了。我要稍微做一点点的小变化。好，我在这边哈，任意位置哈，我要加上一些小圆珠珠哦，就在这种有空隙的地方。好，现在我要回到角落这个图样哈，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图样，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哦，所以我要把它做一点改变。我要给它中间的这一段涂黑，一样我是用深棕色的啊，你看你用的是什么颜色都随便。好，我要把它改成有点像 moon pie 那样子的啊，所以这里会变成这样子黑白间隔。好，再加一条。嗯，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不一样？中间的涂黑。外面这个再加一条光环线，我会觉得比较完整。金色哈，Sakura Jerry Roll Metallic Gold，然后这个是白色的水样笔哈，我用的是10号的，这个是 HB 的铅笔，那这个是将军牌的白炭笔。好，我们就用这些东西来看看怎么样做装饰。我们还是从这个角落这里开始好了，这边好。这边哈，我们刚刚多加了一条，我们就用金色的去把它补进去。好，看到没有？就是在这个圆珠子的上下哈，两边这个地方，两个都涂金色好了。我很喜欢金色哦，对，我就是这么庸俗的人，我喜欢布灵布灵的感觉。哦，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华丽感。对，中间这一条线我会稍微加粗一点点，让它有点三角形的感觉。嗯，这边也是，稍微一点点就好。好，继续哈，我们金色的笔，因为金色的它的覆盖性很强哈，之前那种我们线条上面有画的，觉得
不是画得很精准的哈，都可以在这边做协调。哎，这边可以连下来耶，对，有点可爱。这边可以连下来，我看是这样。对，好，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涂错边了？没关系，就让它这样吧，将错就错，把它盖掉。OK，画到这里自己才发现。嗯，好，我用白色的笔哦，在这个地方画白点。第一个图样哈，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哈，我们就还是中间这个尖尖的地方，我们就画阴影，就这样子，这一撮的地方就加上阴影就可以了。然后用紫擦笔，好，这样子就很简单的哈。然后再来是这些白色的球球哈，白色的球球，因为我今天用的这张纸它是非常浅的灰色，可以几乎等于是白色的哈，所以我们就画最简单的微笑阴影哈。如果有上过我的缠绕基本功的同学，应该知道微笑阴影是怎么回事。它就是一个圆珠子里面，我们就画一个这样子，一个小圆弧，哦，是不是就像一个笑脸？笑脸，如果你再加两个眼睛，就是一个脸了，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叫做微笑阴影，就画一个这样子就好，然后稍微的擦一擦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微笑阴影啊。好，这些珠珠就用微笑阴影就可以，然后还有旁边这边哈，也都是一点点就好了，就给它一点点立体感。然后是最重的阴影了哈，就是在这个整个范围里面，我要让它整个是暗下去的哈。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铅笔比较用力的沿着这个边边哦，然后有小珠珠的地方就跳过去哈，不要画在小珠珠上面，就沿着这个边边很用力的去画阴影。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画圆的方式来推阴影哈，它会过渡的很自然。
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暗，这个阴影哈，边缘不够黑。那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再用这个 HB 的铅笔来做补强。你如果只有 HB 的话，那假设你有其他更黑的铅笔哈，比如说有5B、6B、7B、8B，甚至到10B 哈，都可以拿来运用。好像我有5B 的铅笔，这支是5B 的哦。就拿来画，就会一下子就很黑，画给大家看看哈，在这边，你看它这个黑效果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希望它越边边的地方是越黑。OK，你看看它这个差异性在哪？差一点啊、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果有那个灰色的笔哈，那我最近常用的就是 Zebra 的 brush pen 哈，这个是 Mindliner，这支很好买哦，这个在文具店大的文具店里面都有哦，它这个是这种笔头的。其实，在 Centennial 官方哈，他们也有用另外一支笔，Centennial 官方他们是有用到哈，来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是樱花的 coin，樱花的 brush pen，因为我是有一整套啦，他们用的是浅灰色的，好像是这一支，不太确定。他们用的是这一个，这个很少，在蛮早以前，很多年之前，他们曾经有一阵子会用这个来画阴影，可是最近很少见，可能是因为这支很不好买，它也是这种 brush 的笔，画出来是这样子的，好，用它来做阴影就很快。好，可是因为买不到的关系哈，可是我觉得这一支，斑马的这一支就很好用。好，那用它来画阴影就超快，尤其是这种补强的地方，我蛮推荐的，而且这支又不贵，几十块钱而已。好，就是沿着边边就这样把它画一圈，这里也是。哦，你看它那个整体的效果哈，会更好。小去，这边有铅笔的痕迹，我擦干净啊。其实我们这样子已经画的差不多了耶，是不是？那可以再做一点装饰。我现在拿的是樱花 Micro 01的深棕色哈，因为 Pentel 的这一支哈，它这个深棕色只有拿错了，它这个只有05的，它没有01的。啊，我现在想要有一支比较细的线条。好，我要在这个第一个图样这边哈，我要给它加一个边边加一个装饰，就一条线就好了。这个技巧我还蛮常使用的，因为我觉得它又超简单，然后又立刻能够让我们的作品就产生不一样的变化，那种精致度就不一样。中间的就不画哈。你看这种有画的地方跟没画的地方一比，是不是就差很多？哦，所以细节很重要，墙上画的细节非常重要，不要随便乱撇哦，不要急，慢慢来。我刚开始接触缠绕画的时候，我的那个缠绕画老师，他经常给我们的建议就是慢，
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说可以再慢一点。外面这边哈，我会仔细的把它们再描一遍哈，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可以做一点调整，让线条更平顺。画好咯，是不是还蛮好看的？我还想把这个阴影加得更重一点。白炭笔哈，可以在中间的位置哈，稍微涂一下，等于让它这个中间的地方会最亮起来。大概就是一个5块钱的范围吧。然后用棉花棒稍微推一推。它的这种这边是暗的，这边是亮的，那种黑白分明的感觉。然后在这一些地方也可以稍微加一点，其实不明显啦。你如果是用的有色纸砖的话哈，就会效果可能好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纸砖，因为它的变化会比白砖多更多。像我买的那么多笔才有用嘛，对不对？你看这样子画了以后就亮起来。哦，这些不用棉花棒擦也可以哈，就是让它亮亮的。我现在蛮用力的哦，就是让它白亮亮。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金色上面哈，甚至还可以再加一条白线。它是可以加得上去的哦，你可以试试看。其实我今天用的装饰技巧都不难，对不对？就是很基本的加点点跟加线条而已，它就会变得好像有点复杂。为什么我们的缠绕画会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体现在这些很小的细节里面。好像可以咯，这边给它加一点白好了。哦，再次强调哈，说明啦，我用的是非常浅灰色的纸砖，几乎可以是白色的，不太灰，可是有一点点颜色。所以我可以现在这样加，稍微加一点白，这个亮度就会被提上来。你如果是有色纸砖，效果就会更好。差不多了，是不是蛮好看的？很特别吧？其实画的过程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哈，可是越画感觉越好，对不对？很漂亮哦，很有装饰艺术的感觉。那就找一个地方签名咯。对呀，慢慢点缀哈，就是不要急，因为我知道
有些人就是啊，好像画一画画一画，然后就没有耐心。后面慢慢的把这些简单的线条啊、点点啊、高光阴影把它们画上去以后呢，就会非常的漂亮。所以为什么说缠绕画没有难看的，那是因为我们有耐心慢慢的去把它画好，哦，才会漂亮，是不是？诶，我发现好像还可以稍微再加一点呢，对不起，一直东加西加，就是这些球球啊，我可以在旁边稍微加一点阴影，让它比较有一点漂浮的感觉，加一点点就好了，不是很明显，我觉得，只是忽然间想要试试看。啊，大概这样吧。嗯，OK，好，我们今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带到 Cartouche 这一个主题哈，不过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框在这里。那也很意外的，就是说这个框线哈，它是我们今天抽到的，然后也没有意料到会是一个框的暗线，那就按照这个框的方法，那我们并没有选用所有的图样，我们抽了5个图样，那只用了3个，那这样子就是把它凑在这个画面里面。对，金色果然超美，对不对？整体的效果很好看哈，bling bling 的，嗯，真的是越看越好看，我自己都得意起来了。那就请记得你画好了以后，可以分享在我们缠绕魔法村的脸书社团里面哈，我都会看，OK，我都会给你赞美。嗯，那当然缠绕是分享的艺术哈，不要你光埋头苦画，一定也要把它分享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欣赏美的作品。OK，谢谢大家的参与。